今天我说的话会比较狠啊，也不太好听，但自古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把什么都跟你说的很好听，哪怕你就算是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他都会说你啊，犯罪是真性情，是迫于工作压力，是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把正的能够给你说成邪的，把黑的能够说成白的。你因为年龄大被别人嫌弃，他们会说啊，别人配不上你。你长得不好看，他们会说你足够优秀，足够自主，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识抬举。婚姻呀，本就一地鸡毛，遇到点矛盾呢，他们就会告诉你，干嘛要委屈自己啊？要勇敢去离婚。现在的网络呀，毒鸡汤横行，真的就是一种精神鸦片。未婚的不敢结婚，结了婚的动不动就要离婚，拆散了多少家庭？有一位36岁的大龄未婚姑娘，专门花了8000多块钱的学费啊，去学习如何才能嫁给高富帅。结果人家高富帅一听啊年龄，直接把她给 pass 掉，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那些视频啊，鼓吹着要做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别委屈自己，什么卡里有钱车里有油，一群月薪3、4千的女人幻想着自己能过上日常阿玛尼、迪奥、香奈儿出入日料没事自驾游的生活，每个月的信用卡花呗都透支了，想想都觉得可笑。那些毒鸡汤呀，只知道说人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从来不看现实情况，哗众取宠，毫无干货。哪个女人不想全身彩色 logo， 脚下五彩祥云，走路都能走出巴黎的味道？但事实上呢，有几个女人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呢？我不反感女性的各种独立，事实上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但很明显啊，这些鸡汤视频啊，它的逻辑方向是有问题的。现实世界上就是你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辛苦工作，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觉得自己无比委屈，也不过找了一个门当户对普通的男朋友，过着每天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这个世界呀，不支持随随便便年薪100万，也不支持遍地全能女战士。还有一些脑残到爆、漏洞百出、台词弱智、霸道总裁爱上笨手笨脚的实习生，高富帅拼命护住傻白甜女主的电视剧、网剧、爽文等等，男女主一路尬演，但市场却很受欢迎，有着固定的受众买单。一些普普通通的女生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投射到女主身上，享受玛丽苏式的快感。在他们眼里，感冒了不第一时间冲到我家门口的男人，那就该分手。过节不给我发红包买礼物的男朋友啊，那都是渣男。并且在恋爱当中也会拿着男主对女主的恋爱标准去要求男友。我拜托啊，脑子清醒一点好吧？电视剧还能打上个虚构，现实生活当中，霸道总裁会看上实习生，要么是因为他的颜，要么是因为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要么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不可替代的资本。这3条当中能占1条，你觉得你还是个普通人吗？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哪些才是应该鼓励的。真正的三观是告诫那些来找对象的姑娘，你要坚持锻炼，不要熬夜，少生气，你就会变得漂亮。多读书，去学会理解他人，大家才会更喜欢你。而三观不正的毒鸡汤只会告诉你，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喜欢你的自然可以接受你的一切，不喜欢你的也不值得你去改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结果你自视甚高，产生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认知，自认为自己无比优秀了，谁也看不上。说残酷一点，这些心灵鸡汤、情感短文啊，那都是对一些没脑子的、迎合了自以为优秀的人才会显得高级。凡事一定要有自我判断力，分清楚虚拟和现实，远离毒鸡汤，少看，否则你会把自己作死，你都不知道。中午左右啊，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特别有意思啊，一先一后。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是个企业的金领，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身高呢有170啊，身材匀称，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年收入在8万左右，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这2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啊，先后来的。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年收入10万以上的。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有房子，可以接受贷款，年收入在8万以上，就是比他高就行。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这个男士是92年的身高185，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长得很斯文，戴个眼镜也是有车有房，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这为了避免尴尬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还没等说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理由是这个太优秀了，有些配不上。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人男士就说可以认识一下。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一家欢喜一家忧啊。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捂着嘴笑着说等待这个2人见面通知然后就走了。
这个93年这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啊，低头啊，就是跟别人聊天嘛。我寻思啊，是不是在骂我呢？接着呢，起身啊，就把她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啊，往我桌子上一放，双手叉腰啊，跟我说呀，我没有给她介绍全面，要求亲自和男士啊通电话。我问她，我说哪里不全呀？她说呀，你告诉她，我很优秀，也很有上进心，靠自己买的车房。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啊，都可以和他配得上。说完，他在最后啊还抱怨了一句啊，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就愿意认识？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啊，我就表示啊，我帮不了，我也有脾气啊。不一会儿呢，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啊，他接着拿着包他就出门了。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啊，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工作好、赚的也多，那自己买车买房。但这只是啊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劳动力市场呀，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你的外形、长相、性格、脾气等等。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在别人眼里啊，可能是关我屁事儿。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啊，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另外啊，对于某些高要求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你扪心自问啊，你再成功再会赚钱，可你赚的钱你会拿给男人花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些女生啊虽然有钱，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她只要求啊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所以啊，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利己而不是利他。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更加的谦虚低调、温柔、包容力强，那更加去崇拜对方，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啊，总是很高冷、很傲慢，好像别人该你300万，你来要债是怎么地？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今天上午10点多呀，我刚准备要出门，因为有些事情要处理嘛。这迎面呢就进来了一位40岁的女士啊，说要找对象。我看了一下时间啊，还来得及，我就跟她聊了一会儿。哎呀妈，这天聊的真的我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呀。女士呢是82年的啊，算下来确实不太年轻了，身高有170，这整体外形啊还是不错的。在某知名公司啊任职销售总监，年收入80多万，再加上年底分红啊，稳定在年薪100万上。他自己啊也是非常有气质的，会打扮自己，身材保养也特别好。他先是和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早些年啊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这个野心啊比较大一些，所以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去谈对象，这错过了最好的年龄啊，他自己也很后悔。他也觉得自己啊不再年轻，优势啊已经不明显了。那比起90后、00后，所以啊这择偶要求啊他也不高，只有一个，就是薪资和他持平就可以。那只要符合这个要求啊，其他的都不做要求了。我听完了我都觉得吃惊啊，他所谓的薪资持平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男士也要有100万年薪。在婚恋市场上很现实的一点就是啊，能有100万年薪的男人往往更加看重的是女人的情绪价值和生育价值。单从这2点，这女士现在就没有优势了。谁不想找个年轻又温柔又懂事，还能给她生个3个4个孩子来继承家产的姑娘呢？女士说呀，我也知道自己啊生育这方面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我愿意为了年薪100万这个需求啊去牺牲其他的需求，哪怕对方呀矮丑胖秃啊离异带娃我都接受。我听完我就感觉我那腰子疼，这么优秀的姑娘怎么脑回路就这么短呢？看不清楚吗？人家年薪100万就这一个条件就足以去挑选那些年轻优秀的了。30岁的不香吗？那25岁的不可以吗？干嘛要跟你去强强联合呢？聊着聊着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个男士，哎，你还别说，还真有啊！我就问他，我说有一位男士52岁，离异6年多，有一个女儿呢，刚刚结婚，那自己啊经营了一家这个钢材厂，年薪啊绝对是符合你的要求的，你愿意认识一下吗？谁知他跟我说呀，52岁这个年龄太老了一些吧，这身子一半都进了土了呀，不愿意。听完我就跟他说，姑娘，我这边年薪100万的真的是凤毛麟角，也就那么几个人啊，其他符合要求的人家都是想要30岁以内的，只有这位男士还没提年龄要求呢。你要再不认识的话，我就真的帮不到你了。最后他就很为难的告诉我呀，好吧，那认识一下看看吧。结果我联系男士之后啊，人家男士回复我说呀，40岁的年龄啊有些大了吧，自己还想要个孩子呢。另外呀，不要给他介绍工作太好的，他又不缺钱，就想找个年轻一些啊，能持家能照顾家庭的人。
这个女士听完了就说了一句啊，自己老的都快要戴假牙了，还想找个年轻的，真是不害臊。接着就问我呀，那50万的年薪多吗？我说呀，有一位46岁的啊，自己做微商的，这个薪资啊确实也不错，未婚，因为之前啊在国外打工啊，这耽误了。女士一听啊是打工的，什么学历啊？我说是中专，她立马是摇头摆手啊，说那不合适。我说你不是只要符合你的要求，那其他就不做要求了吗？这听完呀，他就跟我说呀，我说的那是年薪100万呢，我既然薪资要求降低了，那其他要求啊我是要有一些的，我总不能找个工资不如我的，各方面条件还不咋地的吧？那我干嘛要结婚呢？那一瞬间啊，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呢，我就直接怼了过去啊！既然自己有这么好的先天优势，要男人干什么？吃得好，住得好，一辈子自己过就行了。有钱老了有人照顾你，省得找男人这么费劲啊！一辆2000年的劳斯莱斯搁到现在来拍卖，买家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快报废了吧？为啥眼睛上就是抹了猪油，这么看不清呢？烦死了！我们这儿下雨啦，特别大呀！一场雨把我困在车里，嘿嘿，五音不全，小露一手。今天呢，想跟那些有闺蜜的姐妹们说说话啊。这闺蜜啊，有好有坏，那坏的呀是真毒啊！你以为你高兴的告诉她你嫁给了富二代，她呀巴不得那富二代啊早点破产。有一位女士啊，33岁啊，离异，带一个3岁的女儿来找我，特别着急。当时来的是她还有闺蜜还有一个女儿。她在结婚之前啊，这相亲了有3、4年啊，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就很着急结婚嘛。遇到她的前夫，当时觉得这个前夫的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事业单位工作稳定，这父母条件也很好，对她呢也不错，就是一点情商可能不太高，不太会安慰人，两人呢就经常吵架。再加上啊，这前夫啊长得可能也不是很高啊，婚后呢他就越看越烦，甚至只要前夫一回家呀，他就不想跟他说话，也不做饭。出门呢就去闺蜜家里啊住，也不想回家。最后呢是她提出了离婚，前夫呢是把房子留给了她跟孩子。当时离婚的时候孩子才1岁啊。这离婚没多久啊，他就开始去相亲。但是你们要知道啊，这个婚前婚后啊，这种相亲的这个落差感就会比较大。那以前他看不上那些男人哈，反过来呢就会嫌弃他离异带个孩子。他呢只能找离异的，但是啊他又接受不了别人有孩子。他看上的条件不错的，人家都不喜欢他，喜欢他呢，他又觉得对方条件太差。就这样呢，相了2年多啊，一直没有合适的。自己带着孩子呀，这个精神啊、经济压力他又很大，他就越来越觉得呀，这个前夫啊，其实啊也不是那么糟糕。就在这个女士啊说自己婚姻不幸的时候，哎呀，她又不是有闺蜜嘛，那个嘴啊，真的不停的在那插话呀。现在哪有什么婚姻顺利的呀？哎，都是相互利用的呗。为了个穷男人不值得哭，这满大街男人多的是呀，还愁嫁不出去吗？说完了，转头跟我说，哎呀，她那个老公啊，赚钱不多，事儿不少，回家就甩脸色，也不带孩子，也不做家务，动不动就跟老婆吵架，情商低还不会哄人，等等啊。总之就是在你旁边啊，像个蚊子一样啊，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烦死了，真的恨不得拿个苍蝇拍了给他拍死。那老婆嘴真的是又臭又长啊。现在有多少婚姻都因为这种闺蜜给搅黄的。有些闺蜜啊不起好作用，整天啊是打着对别人好的名义，背地里是一肚子坏水。后面呢了解到啊，这个闺蜜呢也是离了婚的，现在呢也有一个男朋友啊。我呢就找了个理由啊，说这个孩子有点闹，让她带着孩子出去了。我就问那个女士呀，你觉得你前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呀，我前夫呢工资确实不高，但是这个钱呀基本都给我。这生活上呀，他一放假他就会陪孩子，这也带我出去。他可能不太懂怎么关心人，那个时候吧自己也比较矫情一点，总是啊小事就吵。我呢就跟我的闺蜜去诉苦啊，闺蜜那时候啊就帮我一起骂我前夫，说他不是个好男人，跟我说啊这种人不值得嫁，让我赶紧离婚等等。最后呢想不通啊，就这么离了。离婚之后呢，他是主动提出来要净身出户，说觉得呀对不起孩子。说着说着呢，他就开始啊这个情不自禁啊就开始哭啊，说自己特别后悔，不该听别人的。那他前夫啊人还是很好的，虽然嘴比较笨，但是心还是很好的，总是给他买一些东西啊，买礼物，对他的父母特别好等等。最后他跟我说呀，准备带孩子去找前夫复合。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心想复合，还是相亲这2年呢，觉得见的那些啊都不如自己前夫才回头。成年人呢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婚姻遇到矛盾，你应该去跟对方沟通解决，而不是一吵架就去跟闺蜜朋友去说。不要太相信女人之间的友谊啊，居心叵测，你不知道对方给你灌的到底是鸡汤还是毒药。大郎，该吃药了。我这刚去给别人介绍对象回来呀，
我就发现有些姑娘找对象，我真的想说一句啊，你脑子那是瓦特了吗？相亲刚见面一上来就跟人家说啊，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是在宣示主权吗？这有一对相亲男女啊，上周呢给他们约好了要周末一起见个面。这两人刚见面啊，男士对这个姑娘确实挺满意的，因为这姑娘长得比较有眼缘啊，大高个，身材也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就更加的小心翼翼的去认识啊，生怕呢自己表现的不太好，对方不满意啥的。人家姑娘呢上来就问他啊，工作怎样，住哪里，车房情况等等。男士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直接，但他想着呀，相亲可能就是这样，就如实回答了。这回答完以后啊，这个姑娘就感觉还不错啊，挺满意的，就跟这个男士继续聊了一些家常话题。两人就这么认识了有一会儿啊，姑娘突然之间就跟这个男士说呀，我这人吧脾气不太好，也没什么耐心，不会做饭，也不爱做家务。男士听完就有点懵了呀，他这个内心就很纠结呀。姑娘人是挺喜欢的，但是必须要接受这么多的缺点吗？那他也做不来呀。于是男士就跟这个姑娘提出来啊，这个脾气啊不好呀，这没关系，咱们都是相互的，互相迁就一下嘛。你不会做饭呀，没关系，那我做饭，你收拾碗也行。家务啊，咱们一起慢慢学，一起打扫嘛。话还没等说完，人家姑娘就说呀，我这脾气啊，我改不了，我不会做家务的，碗更加不会收拾。男士听到这儿就有一些不愿意了啊，这不是故意在抬杠，故意为难人吗？就直接怼这个姑娘，那你结婚准备什么都不干吗？谁知姑娘说呀，对呀，你要是想娶我的话，你就是要接受我的缺点，那我也提前告诉你了，我这些我确实是改不了。你过来呀！最后这个男士就觉得女士这样，他就有些特别接受不了。两人认识了有半个多小时啊，就说了这个不合适就分开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有些姑娘一上来就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呢？我就想问问这些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的人，你们有没有在工作简历上，在面试当中跟他们说呀，本人脾气不好的？那有没有上班的时候对自己领导说，我脾气不好，你别惹我？有没有对那些长得又帅又多金又有钱的人说我脾气不好的？那恐怕是巴不得表现出来自己脾气又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吧。那为什么会跟男士相亲一上来就说我脾气不好，比较懒，不爱做家务？能说这种话的呀，多数是对下位者使用的。这种话呀，它其实就是一种排除自己义务，增加对方义务的行为。我都说了我脾气不好你要是还来招惹或者是追求我的话，你就是应该毫无怨言的去忍耐我的脾气。所以一旦有人对你说出我脾气不好这种话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对方的心里是什么地位了。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确实对方是委婉的表示歉意我脾气可能不太好改。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还可以理解。我就很难理解那些一上来就说要找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万的，然后再附加一句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干嘛呀？你脾气不好不会改吗？你不会做饭不会学吗？你这么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你要对谁说呀？能说这种话的人真的在明知道自己有性格缺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降低对方的物质要求和性格要求，还在变本加厉的让对方接受你的一堆的臭毛病。哪怕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那你对人家要求低一点，他愿意去迁就你，你可以接受他没车没房，我相信有这样的男人愿意去接受你。反而是你自己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看了就让人上火。你要对方有车有房，条件优秀，还要接受你的臭脾气，也没有任何要补偿的意思。总之物质条件要迁就你，还要迁就你作妖情绪的嘴脸，如此歪歪的三观，以脾气不好为荣，乐于告诉追求者去测试男人的服从性。在这种没有人格平等观念的人眼里最憧憬的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发脾气，对方都得去舔他的脚趾头。这种人早晚自己作妖死。遇到这种人说这种话的直接怼回去，你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你们知道捧杀一个人有多么的容易吗？尤其是在当今的这个婚恋市场上，捧杀绝对是慢性毒药。今天上午呢，有2位姑娘来找对象具体呢我也不清楚她们是什么关系，应该是闺蜜吧。这其中有一位姑娘呢是有对象的，这另一位姑娘呢她是单身，也就是她要来找对象，另一位呢是陪着一起来的。这位单身的姑娘呢是93年的29岁，身高在165左右，体型说实话是有点偏胖的素颜，穿着呢也比较朴素但本人条件确实是不错，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药企是做药品研发的，自己呢有车也有房子。他俩进来之后就给他们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嘛。要找对象的这位姑娘就说话挺客气，
在自我介绍完之后啊，我呢就问她呀，你想找什么样的？找对象这姑娘呢就考虑了一下，就说呀，学历本科以上，身高呢175以上，有车有房，这个工作年收入啊是在10万以上吧。就说到这儿的时候，他那个朋友就开始插话呀，就说啊，现在年薪赚10万块钱的太多人了吧？你自己本身都赚了20多万了，你想找个10万的，那不还得倒贴呀？就这样呢，在这位朋友的劝说之下呀，这个姑娘就改成了年薪30万。我呢是本着啊，先尊重别人说完我再表态的一个原则，我呢就接着去问他，30万年薪的话，大多数编制或者是企业，他肯定是达不到的。你是想找自己干的吗？就是这种私营业主啊。这姑娘就说呀，哎呀，我本身啊也不太想找条件太差的，最好是公务员或者是自营的老板。接着他那个老婆嘴的朋友啊又开始叨叨了，说这个姑娘呀从小都学习好，大学年年得奖学金，这毕业几年呀靠自己啊买了房子，年薪啊20万等等，有几个女人能做到的？这大多数男人啊他都买不起房子来。然后跟我说呀，你就把你这里啊条件都好的那些都拿出来，然后挑挑不就行了？这一般人呢也配不上他。说实话呀，听他朋友说话呀，哎呀，我都恨不得想找一块抹布呀塞他嘴里，真的话太多了。我呢就问这个找对象这个姑娘啊，你还有其他的这些要求吗？姑娘就说呀，对方父母啊要有正式的退休啊，性格要稳重，这个男士啊长相要阳光一点，性格开朗。哎呀，整体啊听完他的择偶要求之后啊，我就告诉他呀，能符合你要求的男人啊，大多数都想找年轻漂亮身材好的，这个是真话。如果你想找的话，首先啊回去先减肥。这时候他朋友你知道吗，又开始说了，减什么呀？我看着一点都不胖啊。这喜欢你的男人啊，他怎么也喜欢，不喜欢你的，你减肥他也不喜欢呀。我听在这真的是实在是忍无可忍呐。我就对他那个朋友说呀，你这样不停的去夸他，你就是在害他。人呢贵有自知之明，你只有正确的认识自我之后，你才能够客观的去评价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你这样去捧他的什么目的啊，但是你这样只会让他迷失在这种糖衣炮弹当中，变得是自以为是。他朋友呢可能听到就是怼他这一块啊，就觉得有点不太高兴，也不说话了。我呢想来想去啊，也觉得没必要去考虑对方的面子了。我再委婉的去说啊，真的怕这姑娘听不懂。我就直接跟这个找对象这个姑娘就说呀，你想找条件好的，先回去减肥20斤，不要听别人说你不胖，你这体重啊，估计啊脂肪肝都有了。再去学习基本的化妆，不要总是素颜，脸圆呢就长发呀烫个中大卷儿，女孩子呀出门多穿裙子，不要总是牛仔裤。想嫁得好呀，你得有男人看得上的资本。哎，我就说到这儿啊，他那个朋友可能又开始有点不服啊，就跟我说呀，凭什么要看男人的脸色，要有他们看得上的资本。我听完呢，我就没搭理啊这位被毒鸡汤灌输着火入魔的这个朋友，真心啊替她男友生活在这样水深火热之中啊感到不值啊。我就对找对象的这个姑娘说呀，任何人呢夸你的话呀全当屁话，要学会自我反思自己的不足。想找默契的灵魂，一眼就能看上咱的，不在相亲里面找，是在坟堆儿。还好呢，这个姑娘比较听劝啊，说拿出个几个月的时间呀去改变一下。这个临走啊，他朋友还在那说啊，哎呀，你这么优秀啊，条件好，看上你的男人多的是啊，别听他说的。最后我想说呀，脱离实际的赞美啊是铺满鲜花的陷阱，但批评啊一定是防止你摔倒的拐杖。今天上午呀，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啊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呀。主题呢叫做闪月8分钟，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啊都是1比1的，大约有70多对儿。今天的表白啊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啊，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啊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啊，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啊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啊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啊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啊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他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啊，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呀，
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也是倍儿漂亮。接下来呀，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去表白。99年的姑娘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害羞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见到男士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士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呀，哎呀，我刚才那个话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呀，男士呢是他喜欢的类型他愿意对男士好等男士老了之后推着轮椅带他看夕阳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是各自表白完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呀，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这99年姑娘就说呀，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并且小骄傲，就说呀，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她就有点害羞就回答说呀，我是母胎单身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就说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放弃，选择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径直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就问这个男士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呀，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都是想着自己条件越优秀这个长相越漂亮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二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首先要自爱，其次要多学会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抓紧找。大家觉得这个男士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